在遏制气候变化的斗争中，被讨论最多的方案莫过于大量植树。听起来很简单，树木生长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此种植更多树木应该有助于消除温室气体。问题是，植树工作并非总能达到预期效果。例如，在1974年至2012年间，智利政府出资新种植了超过100万公顷树木。然而，近期一项分析表明，这项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努力并未带来重大的碳储量收益。问题出在哪里？智利侧重于植树造林，即在长期没有或从未有森林的地方植树，而不是林地富裕及恢复近期退化的森林。许多政府和国际组织倡导植树造林，努力实现宏大的植树目标，而此举需要大量土地。德国政府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2011年发起了波恩挑战，旨在到2030年恢复全球3.5亿公顷的退化土地，植树造林就是其中的举措之一。许多公司还利用植树来抵消碳排放，甚至用来抵消涉及自身对气候紧急情况责任的负面报道。乐视会2021年的一项分析发现，要实现4家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设定的植树目标，所需土地将是英国面积的2倍。这就是事情变得复杂的关键点。树木要成为长期碳汇，需要长大成材并留在原地。智利造林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商业林业，其大幅扩大种植的树木大多非本地原生树种，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毁坏原始林去种植。根据一项研究，天然林的平均碳储量是人工林的40倍。一棵成年树木每年可吸收多达22千克二氧化碳，但是造林木成材后会被砍伐。此外，松树和桉树2种常见的造林木非常易燃，因此碳储存的增加很快会化为乌有。而且并非所有土地上都应该植树造林。2019年，研究人员估计，非洲一项植树计划的1亿公顷土地中，大部分是稀树草原。向非洲稀树草原投放树木会危及在阳光和开阔原野上茁壮成长的野生动物，而且多年生长的树木可能被野火或途经的大象迅速摧毁。相比之下，稀树草原的自然植被将大部分碳储量安全地藏在地下，保护其免受火灾和饥饿食草动物破坏。在自然反射阳光的地方，例如旱地或雪原，植树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地区的树木会吸收更多阳光，从而使地球变暖。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种更多树，但是为了尽可能取得成功，项目应考虑要种哪些品种，哪些土地可以种植，以及如何长期保护土地。如今，智利优先种植本地树种，而不是木材树或造林木。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重新绿化地球更有效的方法是保护森林，让大自然发挥作用。在新近被砍伐的林地上，种子在土壤中蓄势，老桩长出新芽。随着时间流逝，鸟类和风会从附近的森林运来种子。其他人则支持开展辅助自然再生的计划，通过铲除与树苗竞争的杂草，限制相关区域放牧，甚至小片植树，帮助自然实现森林再生。那什么情况下植树不好呢？当一些项目在错误的位置种下错误树种，就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植树不是用以解决碳排放或主动毁林等更复杂问题，而被当成万金油式的解决方案，那也很糟糕。此外，如果公司和政府利用植树漂绿，将资金投入目标不切实际的碳补偿计划中，
这种植树也不是一件好事。对更绿未来的最佳投入是减少碳排放，并尽可能一开始就保护这些森林免遭破坏。保护自然环境应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企业和社区的首要任务。如果您也想推动实现这一目标，想了解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请访问 ed.ted.com/Earth School。